当地时间10月23号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在喀山会展中心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就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喀山宣言，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当前加沙冲突延宕，黎以局势恶化，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避免冲突动荡蔓延至叙利亚。中方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频繁发动空袭，呼吁以方立即停止此类袭击，呼吁有关各方切实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为维护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地区国家稳定做出切实努力。外国军队必须结束在叙利亚的非法军事存在。中方代表指出，受近期黎以局势影响，大量难民涌入叙利亚。中方赞赏叙利亚政府为接纳难民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统一标准，以零容忍的态度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势力，防止其趁机作乱，给本已动荡不安的局势增添新的不稳定因素。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起再访中东，下榻酒店被抗议者围绕，还遇到了空袭警报，被迫撤离至避难所。分析指，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2周，布林肯此时去中东刷存在感，为民主党挣分的动机甚浓。接下来，布林肯还将访问沙特。就在这一关键节点，有媒体放出消息称，沙特与曾经的死敌伊朗有可能罕见地举行联合军演。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这也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1年多以来，布林肯对中东地区的第11次访问。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及一些西方国家用金钱和武器支持以色列，称布林肯访问中东是又一次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掩护。不少以色列民众聚集在布林肯下榻的酒店附近抗议，呼吁政府早日与哈马斯达成协议。由于黎巴嫩方向发射过来的火箭弹引发了以色列中北部空袭警报，布林肯下榻酒店的一些美国务院高级官员和随团记者也一度紧急从酒店餐厅撤离至楼下的避难所。当天，布林肯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总统赫尔佐格等人举行会谈，敦促以方努力达成加沙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但结果却收效甚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显示，虽然美以都认为辛瓦尔被击毙可能对人质获释以及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产生积极影响，但言辞中却压根儿未提停火。有消息指，布林肯曾要求以方公开澄清不寻求实施围困加沙北部的将军计划，但却遭到以方回绝，并认为公开澄清的做法损害以色列的公众形象。那这个应该是以色列所有整体的这个军事作战方案里面的一个部分。布林肯希望他能够公开澄清以色列的政策立场，但这一点又被内塔尼亚胡拒绝，因为他认为，假设他在这一点做一些公开的陈述，有损以色列的国家形象。之前，美国2份关于以色列准备对伊朗发动袭击的绝密情报被外泄，有传言称泄密者是美国国防部一名伊朗裔官员阿利亚纳。资料显示，阿利亚纳是国际政治研究学者，其父为伊朗知名哲学家德黑兰大学教授贾瓦德·塔巴特拜。在入职美国国防部前，他曾在北约组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等机构担任研究员。但是在22号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赖德则对此澄清，称该传言并不属实。
多边冲突持续升级之际，当地时间22号，伊朗媒体突然宣布，伊朗和沙特将在红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没有提供其他相关细节。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也透露，沙特方面对演习表达了兴趣，双方正在就此进行磋商。虽然沙特目前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但如果消息成真，这将是两个中东老牌强国的首次联合军演。此前，伊朗和沙特断绝外交关系长达7年，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达成了令人瞩目的和解，于去年4月恢复了外交关系。有舆论认为，眼见美国无力缓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地时间10月2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今年是中国和俄罗斯建交75周年，也恰逢大金砖合作开局之年。中俄元首年内的第3度会面也备受各方关注。当地时间10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分别会见了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和印度总理莫迪。距离11月5号美国大选的正式投票日还有2周时间，美国威斯康星州等多个摇摆州已陆续开启提前投票。尽管金主们纷纷发力，但特朗普和哈里斯的选情依旧焦灼，双方民调的误差范围不到3.5%。特朗普在全美7个关键摇摆州领先，哈里斯则在全美平均民调中领先特朗普约1%。在这一关键时刻，哈里斯因始终强调对以色列的自卫权支持，而面临摇摆州密歇根州阿拉伯裔选民的流失。与现任总统拜登一样，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始终强调对以色列所谓自卫权的坚定支持，这让他面临传统民主党支持者阿拉伯裔选民的流失。How risky is it that you could lose the election? Well, it is undeniable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is 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I speak publicly all the time abou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tragic stories coming from Gaza, and of course the first in this phase of 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the first most tragic story is October 7th. 哈里斯的这一采访言论再次激怒不少阿拉伯裔选民。据了解，全美阿拉伯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州是密歇根州，也是今年大选最为关键的摇摆州之一。目前约有20万阿拉伯裔选民。2020年，拜登在以15万票的优势赢下了密歇根州。外界分析，如果阿拉伯裔选民因哈里斯的言论发生了立场转变，或将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They're the ones that are approving the weapons, the resources to bomb our people back home. Although I'm here, I'm an American, I work here, I've had my kids here, my roots are still in Lebanon. I feel like they're turning their back on us. That's my home, my homeland.And they're the ones that are bombing it. 在10月18号，全美唯一一座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城市哈姆特拉米克市市长民主党人阿米尔·加利卜公开宣布在大选中支持特朗普。Why Trump? It's a combination of two things: disappointment at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and hope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led by Trump, if he wins the election, will do something different that will.help resolve some of the issues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哈里斯面对阿拉伯裔选民的倒戈，这让特朗普看到机会。他在采访中透露要实现中东和平。Well, I want to see it all stop. I want to see the Middle East get back to peace and real peace, but a peace that's going to be a lasting peace, and that's going to happen. I feel really, truly confident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 believe it's going to happen soon. 眼下在摇摆州威斯康辛州已开启提前投票，这也意味着全美7个摇摆州都放开了预先投票通道。截至当地时间10月22号下午，全美已有超过2122万名选民参与，多个摇摆州的早期投票人数打破了历史同期纪录。不过，一位德克萨斯州的选民反馈，有投票站机器出现异常。他称，打印出的纸质投票结果显示的并非自己选择的总统候选人。他选择了特朗普之后，选票打印出来却变成了哈里斯。I voted for one president, checked it on the video screen. When I got the paper ballot, it had the other candidate's name on it.
事后，该选民获得重新投票的机会。德克萨斯州的选举官员表示，该问题已经汇报给了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并称这不会影响竞选结果。This is not uncommon, and there's a practice in place called spoiling the ballot to handle this.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10月22号，美国疾控中心宣布，美国爆发了与麦当劳相关的严重的大肠杆菌感染事故。目前10个州已经有49人因此患病，1人死亡，包括1名儿童在内，有10人住院。事故主要发生在美国西部山地地区的多个州。美国疾控中心称，这些患者报告在发病前曾在麦当劳用餐，特别提到吃了一种牛肉汉堡。值得注意的是，事发的前一天，特朗普才来到一家麦当劳店内打工，为自己拉选票。他在店内亲自制作了炸薯条，并在快车通道窗口亲自递给民众。不过，特朗普所在的这家麦当劳位于美国东部费城地区，与事发地相隔较远。事后，麦当劳美国紧急回应称，已经临时性的撤走与事故相关的疑似原料，涉事商品在某些州不会上架。10月23号，麦当劳中国方面表示，麦当劳中国没有售卖新闻中提到的产品，也不使用相关食材，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和质量管理标准。继亿万富翁马斯克扬言每天向一名特朗普支持者派发100万美元后，近日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被曝向哈里斯秘密捐款5000万美元。美国大选最后冲刺阶段，金主们砸钱竞争也进入白热化。据美媒22号透露，微软创始人、世界前首富比尔·盖茨已经私下向一家支持哈里斯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了约5000万美元，约合3.56亿元人民币。虽然盖茨目前没有公开支持哈里斯，在回应置评请求时也没有提及捐款事宜，但在声明中指出：“我支持那些明确致力于改善美国和世界医疗保健、减少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相对而言，这更符合民主党阵营的价值观。有了解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知情人士表示，盖茨与哈里斯的关系并不深厚，但他对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7月底，哈里斯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盖茨曾对他做出积极评价。I think it's great to have somebody who's younger, who can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AI and how we shape that in the right way. I hope the new government is one that cares about our allies, cares about climate. Right. It doesn't fit the description of Donald Trump, what you just said. No, I mean, so, my individual vote, you might be able to predict, but I'm not saying to people that I'm a political influencer. 有分析认为，尽管哈里斯的亿万富翁支持者更多，但许多人选择做旁观者，而特朗普的强力支持者世界首富马斯克则是更加亲力亲为。马斯克的拉票方式就是用钱狠狠砸向摇摆不定的选民。此前，马斯克宣布，他将每天随机向一名支持特朗普政见的宾夕法尼亚州选民发放100万美元，直到11月5号美国大选日。目前已经产生了3名幸运儿。So,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Oh my God. 对此，民主党猛烈抨击特朗普是在美国公众眼皮子底下搞腐败。Donald Trump has already promised that he would put Elon in charg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at oversee the businesses that Elon runs. So, in other words, Donald Trump, in front of the eyes of the American public, is promising corruption. That's 除马斯克外，金沙集团创办人阿德尔森的遗孀米里亚姆·阿德尔森，美国航运公司 Uline 总裁尤莱因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3人累计向特朗普阵营捐赠超2亿美元。构建3链3区，推动罗湖高质量发展。党的20届3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动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我们今天走进深圳罗湖区，看看如何以数字化变革构建更加智慧的新社区。请不要在此处停放非机动车。在深圳罗湖区湖北新村，一双智慧的眼睛正紧盯城区治理细节。一旦发现机动车、非机动车违规停放，广播则会语音提醒市民进行整改。